最近印度方面的大新闻可是不少，在印度洋要和美军军演、试验新型核武器、宣布明年国产航母服役等等，这些东西不管是否能够与不能够实现，其中有多少含金量吧，好歹都是体现出印度大国威严的行为。但是在这些能够令印度国人振奋的种种消息之后，却有一件看上去不那么让人开心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在印巴边境的印控克什米尔基地的地方发生了无人机袭击事件。据印度官方的报道，是发生了2次轻度的爆炸，并且在之后的几天中，还在基地的附近发现了无人直升机。之后就是熟悉的情节，印度开始给巴基斯坦泼脏水，他们表示印巴边境地区的安全受到了新的威胁。这话说得很委婉，但是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的袭击却提到了印巴边境，很显然就是印度的军方认为这是巴基斯坦方面搞的鬼。2次的低强度爆炸都发生在了印度直升机的机库附近，从图片看来，也就只是炸穿了防点。印度方面认为很可能是有人在附近的道路上进行遥控，不得不说这真是个奇闻。而印度方面竟然还将后面驱赶无人机的行为称之为挫败了一场重大威胁，仿佛这是功绩一般。军事基地附近至少方圆数里都应该是军事禁区，无关人员都不应该会出现在这里，但是巴基斯坦人竟然摸了进去，前提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所以现在其实摆在印度面前的就是2条路，如果是真的，那这丢人可就丢大了，说明他们玩忽职守，军事禁区内竟然都被人摸了进来。但如果是假的，那印度就是其心可诛了。印巴边境可不像中印边境这样还能保证相对的安稳，经常是会有流血冲突发生的。而如果印度是在用一个远离国境范围的军事基地来渲染巴基斯坦威胁，言下之意恐怕已经非常明显，不日可能就要挑起与巴基斯坦方面的武装冲突。而第2种可能性极大，反正我是不相信直升机投弹之后还能保证其完整的，要么是自杀式攻击，飞机直接整个炸开，要么就是投弹完毕掉头离开。但是印度方面竟然在基地里发现了疑似用来投弹的无人机，我认为这种情况实在是比较难以理解。毕竟刚发生爆炸的那天，印度方面可以说是毫无预警和反应。如果印巴真的发生了武装冲突，那么届时中国作为联合国的轮值主席国，届时必然会插手，更不用说我们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相当不错。而面对中国，不管是巴基斯坦还是印度都没有说不的权利，所以不管事实究竟如何，印巴双方都应该保持克制，特别是印度，毕竟他们的军事基地曾经一发火箭弹炸死了自己一队的特种部队队员，这种兵培养起来不容易，希望他们还是珍惜一点。2001年，美国向阿富汗发起了入侵。在给阿富汗和阿富汗人民带来了一片狼藉后，美国政府又说阿富汗的未来得靠自己。近日，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了阿富汗总统加尼。会谈中，拜登向加尼表示，现在应该是阿富汗人民自己主宰自己国家命运的时候。拜登还表示，即使美军从阿富汗撤离，但和阿富汗依然会保持着伙伴关系。美国对阿富汗的援助不会因为撤军就结束。对此，阿富汗总统加尼向拜登表示了感谢。有分析称，这次会面是在向外界展示美国政府对如今处在风雨飘摇中的阿富汗县政府的支持。美国这次似乎也并不是准备嘴上说说就算。就在美阿2国领导人会面的当天，美军就使用无人机向塔利班武装军发起了攻击。尽管阿富汗县政府有美国的支持，但不少人都不看好县政府的未来，认为在美军全部撤离后，会可能连半年都支撑不住。美国当初向阿富汗发动战争，是基于中东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和阿富汗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维护其石油美元霸权的需要。20年过去了，回头一看，美国当初的目的有些达到了，有些没达到。比如，美国推翻反美政权，扶持亲美政权上台的目标成功了，趁机大肆利用和开发阿富汗的矿产资源，这一打算也成功了。但是因为错误的政策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美方即使坐拥阿富汗的矿产资源，也无法顺利开发。再来就是拉锯时间太长，军费开支越来越多。有数据显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费开支约有2.3万亿元，收支严重不平衡，没有取得当初预想的经济收益也就罢了。因为阿富汗战争，美国在中东地区尽失人心，钱和民都没得到。比起美国所谓的损失，阿富汗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的更多、更惨烈。美国一所大学统计了历年数据，自2001年以来，约有4万8千名阿富汗平民在战火中失去生命，更别提阿富汗军人了。
另外，约有270万阿富汗人民被逼逃亡，流落到其他国家。美国现在不想在阿富汗的战争泥潭投入了，不说要重建阿富汗了，也不提要消灭恐怖组织，要让阿富汗人民靠自己。可阿富汗人民都被美国赶出自己的国家了，没被赶出的过着漂泊的没有明天的生活。美国在阿富汗犯下无数罪孽，双手沾满了阿富汗人民的鲜血。一句你们要靠自己呀，拍拍屁股就潇洒走了，这还真是给全球人民都上了一课，真的很无耻，不会做出无原则的让步。继日本首相菅义伟称台湾为国家后，日本又有一名大臣在台湾问题上触中国逆鳞了。近日，据媒体报道，日本一位防卫大臣竟公开宣称要保卫台湾。该名大臣还表示，由于中国和俄罗斯日益紧密的合作，给中国台湾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而中国台湾离日本的冲绳县又很近，因此日本必须有所行动威慑中俄，从而保卫台湾。另外，日本这名官员还强调，华盛顿和东京有必要加强合作来应对中俄的威胁。这已经不是日本第一次拿中国台湾来说事儿了。在6月9号的时候，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开会的时候就把中国台湾说成了国家，但很快日本的媒体就菅义伟打了补丁。在报道会议时表示，日本始终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但以菅义伟为代表的日本官员明显是没有认识到错误的。这次还拿中俄的合作来说事儿，但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又不是今年才加强的。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活动的主要海域也不是台海和南海，跟日本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关系。而且日本竟还想同时威慑中俄，这想法连他的美国主子都不会这么想。但日本真的有这么傻？恐怕不是。日本虽然想威慑中俄，但他也知道日本的军事实力完全不能和中国和俄罗斯相提并论。那他这么干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其实日本这是在向美国表忠心，恰值中国100年建党之际，中国这100年来给世界交出了一份华丽的答卷。中国越来越好，中国的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等都变得越来越强。在新冠疫情上，中国不只控制住了国内的局面，还有余力去帮助别的国家。反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疫情面前忙着四处甩锅。尤其是美国在这场疫情的考验中，让世界各国都意识到，美国已经不再是当初的美国了。虽然美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在下降，但美国的底子确实是要好太多，仍旧是世界第一大国。日本如果想和美国合作再深入下去，那就必须向美国展示其作用。不提之前争端更多的钓鱼岛，专门拿一个有美军驻扎的冲绳县也是如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接受记者提问时就强硬表态道，中国方面已经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事做出明确的澄清，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日本这种挑起美国和中俄之间冲突的心态，无非就是打着可以火中取栗的算盘。但是日本难道还不明白，要真把中国惹火，一定是会把日本烧得吱哇乱叫，叫日本把之前吃的全吐出来，越挑事儿只会越坚定中国的信心。在6月28号，印度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该国成功试射了一枚可以支持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烈火 P， 这样印度拥有了能够支持远程核打击的能力。据称，烈火 P 拥有2000公里左右的射程，在美国提供的卫星 GPS 导航支持下，具有精确的远程打击能力。据了解，此次试射的单位是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此前媒体一直疑神疑鬼，认为解放军用卫星早已锁定该地区，一旦双方爆发战争，该发射场将会直接被夷平。需要注意的是，印度的烈火系列弹道导弹一直是采用固体燃料，如果没有外来的技术提供，那么印度此次试射的远程核打击导弹可能也是沿用之前的技术。也就是说，这种烈火 P 是支持公路机动发射的。虽然不清楚导弹的发射准备时间，就机动性而言，对我国还是存在一定威胁的。另外，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局势下，印度一直在边境地区屯兵，甚至较于去年的拉达克对峙时期更甚。此外，因为印度腹地通往前线的12条战略通道被打通，印度军队的备战效率和调兵效率有过之而无不及。印度高层甚至公开威胁我国要抢占领土。可以说，印度此次试射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就是想要对华释放核威胁，想要与中国来一场核战争。在此前，有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专家苏三特辛格在印媒刊文指出，
当前印度国内形势危急，新冠带来的打击已经完全透支了新德里的信用，经济大幅度倒退已经是必然。为了转移矛盾，印度必须要打一场全面战争。此外，一直以来印度的传统战略就是在南亚的战略版图扩张，而中国的存在此次卡入了印度的扩张路径。这种情况下，中印矛盾已经无法回避，因此不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为了印度自身的战略，中印双方都必定有一战。事实上，有相关人士透露，中国的很多工业重镇距离印度都很远，如果印度想要攻击我国的重要工业设施，需要足够近的攻击地点和漫长的飞行时间。也就是说，中国会用足够多的机会提前发现目标，实施多次拦截，或者先发制人，提前摧毁发射单元。而且，印度也没有什么超音速机动之类的技术。另外，以印度的工业情况，也不可能有饱和攻击的手段。与之相反，如果印度动手，中国有足够的底气完成饱和核打击。